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霸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今天我们聊一聊潘博文消失事件。这个事情啊，是真真实实的消失，不是失踪。人间蒸发了吗？对，人间蒸发。这个事情啊，是发生在2013年4月25号，当天是个大晴天。这个事情的主人公啊，网名叫横井卧石，真实的姓名叫什么我们还不知道，所以就叫他小横。这个小横啊，是天津塘沽人，当时正在天津的一所高中读高三。2013年4月25号这天，距离高考也就还剩下1个月。上午第4节课是体育课，也是高中最后一节体育课，所以大家都很珍惜上这节体育课。他们还有高三体育课呀！我们刚上高三那会儿，班主任就说我们体育老师生病了，然后一并并到高考。是吗？那你们管得挺严的。你高考考得这么好，要感谢你们班主任老师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高考考得好，要感谢你们班主任老师。对，就是他们现在是高三最后一节体育课，大家都很开心的去上课嘛。当时啊，小横他们学校的体育课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项目去上课的，不是按照班级为单位去上课，而是按照选择的项目去上课。所以啊，他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有可能会遇到其他班级的同学在一起上课。小横啊，当时选择的是羽毛球项目，他的同班同学小温和他选择的是一样的项目，所以这个小横就和小温开始切磋球技。一开始啊，他们两个是在甬道上打球，打了一会儿觉得太晒，于是小横和小温就准备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去打球。然后啊，他们就走到了宿舍楼的前面。当时他们学校已经实施了走读，走读就是说不可以在学校住宿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宿舍楼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。他们走到这里的时候，看到10班的 L 军和潘博文在宿舍过道的树荫下在打球。这里啊，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人的人物关系。小横就是这个写故事的主人，小温是小横的同班同学，潘博文是小横的初中同学。上了高中后啊，潘博文和小横同校，但是不同班。L 军是潘博文的同班同学，后来潘博文介绍了 L 军给小横认识。当时啊，他们看到 L 军和潘博文在树荫下打球，觉得这个位置不错，所以就走过去和他们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小横和小温就开始打球。这个时候啊，潘博文正在和 L 军打球，打了一会儿，小温觉得小横的手劲太大，所以不想和小温玩了所以换成小横和潘博文打球， L 军和小温打球。打了一会儿，结果潘博文一用力，球顺着宿舍楼地下室的换气窗掉了进去。据小横自己说，这个球还挺贵的，于是他们决定去捡球。小横、潘博文、L 军一起去捡球，小温则留下来看管球拍。平时啊，这个宿舍楼都是锁死的，但那一天恰巧没有上锁，他们就推门进去了。进去之后，他们闻到一股发霉的味道，他们要从1楼顺着楼梯走到地下室才能捡到球。楼梯间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，光从外面是可以照进来一点点的，于是他们就沿着楼梯向下走。他们走到地下室的时候，发现还有往下走的路，但是被好几把锁给锁住了，只有一个敞开的小门连着走廊，门的尽头还有微微的光亮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准备往前走的时候，潘博文突然说他的钥匙掉在楼梯上，要回去拿。于是潘博文回去拿钥匙，小横和 L 军进入了有光亮的小门。当他们进入小门后啊，突然失去了方向感，光还是在前面的。他们也发现这里不是球掉下来的地方，也有些害怕，于是就朝着光的方向跑。跑了一会儿，他们从学校后门的楼道里跑了出来，然后就各自回班级。小横回到班级后，见到了小温，拿回了自己的球拍，然后问小温，潘博文的球拍呢？小温说不认识什么叫潘博文的人啊。到了下午，小横碰到了 L 军，这个时候 L 军突然说潘博文消失了，
班级里所有的同学都不认识潘博文了。接下来他们去了宿舍楼那里，结果发现宿舍楼的门是锁着的。当天小恒回到家后拿出手机，发现手机没电了。充电开机后，时间显示是1970年1月1号11点52分。相册大部分内容损坏了，手机指南针也无法使用。登录社交网站，好友搜索潘博文也没有任何记录。潘博文他们班级的花名册、学号整体往前移了1位，好像是被这个世界删除了一样。莫名其妙的就消失了。后来这个小恒与 L 君考上了不同的大学，各自去上学了，直到小恒工作才把这个事情说了出来。他说他一直都有在找潘博文，但是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有认识过一个叫潘博文的人，身边所有有关潘博文的一切都消失了。可以去潘博文家里看一下呀。小恒说他只知道潘博文家的大体位置，但是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。而且在潘博文消失的那天，他就查找了当时初中的毕业照，发现毕业照片里也找不到潘博文，还有当时的同学录他也去找，也没有潘博文的痕迹。身边所有关于潘博文的一切都消失了。关于这个事情后来小恒也出来澄清，他说由于他一时的冲动和压力才写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内容。他说潘博文是他想出来的，他在上初中的时候就被很多人排挤，有好多朋友都不和他一起玩，和他绝交了，所以初中的时候他就幻想出一个叫潘博文的人和他一起玩。但是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被大多数人来接受。目前关于这个事情有3种可能性的猜测。第一种猜测是小恒和 L 君在跑向光亮的时候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，在我们这个平行世界里从来就没有过潘博文的存在，所以大家的记忆中也就没有潘博文这个人。但是小恒和 L 君进入到我们这个平行世界还带有之前的记忆，所以才会觉得潘博文消失了。那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面，就是小恒和 R 君消失了呀。有这种可能性，可能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中，潘博文正在寻找小恒和 L 君。关于平行世界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，大家可以点击右上角去观看。不过一般平行世界都会是一样的，两个平行世界中存在的粒子也基本上会是一样。如果按照这种穿越说法，应该是2个平行世界中都有小恒和 L 君还有潘博文的存在，只不过2个世界中潘博文的长相和名字都不太一样。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小恒和 L 君并不认识潘博文，另外一个世界里他们互相认识。当小恒和 L 君通过光亮时，与另外一个平行世界中的小恒和 L 君进行了某种交互，2个平行世界相互影响，导致我们这个世界里存在了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记忆，所以导致我们这个世界的小恒和 L 君认为潘博文消失了。第2种猜测是曼德拉效应。2013年曼德拉去世的新闻发布后，世界各地的人发现自己对曼德拉的记忆出现了混乱，从死亡时间到死亡原因都出现了不同的记忆。许多互相不认识的人回忆称，自己看过纪念曼德拉的电影，包括电影的名字和内容大概一致，然而这部电影从未上映过，甚至从未拍摄过。这种现象之前因为对事物持有错误的印象而知名，后来这种类似的事情就被称为曼德拉效应，就是说集体或者一部分人产生了类似的记忆，但这个记忆从未出现过。在这个故事里就有点类似于曼德拉效应这么一种感觉。第3种猜测是小恒确实患有双向情感障碍，潘博文是小恒幻想出来的一个朋友。后面小恒自己也声明了潘博文是自己幻想出来的，不过在声明中小恒说是迫于压力等因素所以出来澄清的。虽然小恒自己出来澄清，大多数人还是不太相信小恒是一个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人，也更不愿意相信潘博文是小恒幻想出来的。小恒出来澄清是迫于舆论的压力提出了这种解释，还是什么事情我们也不得而知。那个小恒现在怎么样？他现在和大家一样上班工作，目前是在做技术类的工作。和你是同行呀，bug之前就是做技术的，然后后来自己创业赔了好多钱。
啊，是。等我们频道再成长，我们来和大家聊聊我创业的故事。好的。